你们家就相当于中国的，就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旁边住。对对对。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印尼妹家啊！大家看看这个越南这个房子都是又细又高，大家看看，所有的房子都是又细又窄。印尼妹家就在这个胡同里面。不，你们这房子怎么它两个房子并一起不行吗？一起打通不行吗？你为什么整又细又长那种？因为地方小啊，不锈高，这是能住吗？不锈高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锈它高，就是高楼啊。那为什么那么细呀、那么窄呀、啥呀？就是很窄、很窄、很瘦。不能，因为在这里，你知道多少钱一米吗？多少钱一米？啊，我忘了，是6万一米。就是地上买地皮这个钱呢？对呀、5、6万块钱人民币一米啊？对呀、越南有这么贵吗？对呀、是不是你买完地皮之后，你可以随便盖呀？你看10层都行，20层也行。不行，就是要请来到公安区，然后请他们，他同意才能修。啊，也得批审批。对。啊，不是说你可以盖50层那种。对呀、兄弟们，要是这么细的一个楼盖到50层，我去，那一般能可以批50层吗？50楼？可以。这么细的一个小地皮可以批50层啊？对，如果他同意啊。他能同意吗？差不多呀。差不多。看你的缘命怎么样？看你是不是幸运是吗？对。那要是盖50层或者20层，那大风一吹不就倒了吗？不能。不能倒啊。你们家几层？你们家是6楼是吧？6层。6。你们家6层。对。那你们家为什么不盖8层啊？谁要8层啊？你们家为什么不盖8层啊？他们不同意。不同意？对。那你们家就不是幸运的是吗？对。就倒霉的是吗？对。5、6万块钱1平米，只是买地皮的钱吗？到第2层、第3层就不算钱了是吗？有啊。也要算钱呐？对啊。兄弟们，我跟大家说啊，越南妹家就在哪里住？就在越南最出名的。你家是不是离那个胡志明纪念堂很近？对啊。我家是在胡志明陵旁边呢。对呀、兄弟们，我跟大家说啊，越南妹家就在那个胡志明那个陵旁边住，胡志明那个纪念堂旁边。就是绝对的市中心，就相当于我们北京就在紫禁城旁边住，你们家就相当于中国的就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旁边住，对不是？对。所以说越南妹家绝对是首都的中心位置。那你们家那个整个一栋楼6层楼多少钱呢？就是你们家房子要是卖的话，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打算卖呀。那边地皮是你们地皮是永久性的吗？就是永远都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说到50年后就过期了。不是，永远是我们，永远是你家的。对。那你们家要是不卖的话，他想动迁可以动迁吗？不可以。不。是永久的是吗？产权。对，永远是我们。永远是你们家的。对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以后你家那房子是不是就是韩国宝宝的了？对。那现在在越南首都河内买一栋这种楼，这种小细楼，大概要多少钱？就像你们家那样房子。大概要多少钱？大概是200万来到300万呢。就是200、300万人民币是吗？那也不便宜啊。对呀。但是永久产权很好。对。是不是？兄弟们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刚才我拿着手机没法给大家形容。我跟大家说，越南这个房子，从我10多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：越南这房子不同于其他国家东南亚的房子，它这个房子特别窄。特别窄，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吧？就是越南的房子，每家每户都特别窄一个房子，但是特别高，知道吧？就他们可以买一个很窄的地皮，然后盖一个6、7层、7、8层的楼，一个小楼，这就是一家。越南妹家呀，我经常去，他们家特别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间是多少？就他们家特别窄，就跟我们家屋差不多，就是他们家开间感觉也就是3米、2米、3米吧。就进他们家门啊，这面是墙。这面是墙，特别窄，然后但是你得上楼，就是小楼梯也特别窄，上到楼上6楼、7楼，就是我们住在5楼，也不是我们，就他住在5楼。他们越南人习惯是1楼停摩托车放车，也不往外租。我经常跟越南妹说，我说你家是不是傻呀，你爸呀？我说你把1楼租出去当门市多好啊！不租。之前咱们去过越南妹家，他们家就在菜市场里面，你把这个1楼租出去，是不是门市房啊？不租，就放摩托车。然后越南人就是顶层，他们家不是6层楼吗？越南人的顶层供奉祠堂，就是供奉自己的列祖列宗。然后第1层不住，
顶楼不住，剩下中间这一层，哎，住每个人一个房间，每个人一层。像越南妹基本是住在第5层，然后我去他们家也到第5层，因为第2层、3层啊都是他爸、他妈呀，还有他哥什么在那儿住，我也懒得搭理，我就跟他们说不上话，主要语言不方便。大概就这个意思，所以兄弟们，我先让越南妹拿着我手机啊。所以说兄弟们，大家我这么一形容，大家懂了吧？主要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特点，就是窄，每个房都特别窄，然后特别高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我给越南妹也安全送到家了，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